现在开庭，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根据民事法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刘世宇，被告上饶市天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方这个法务有点不太靠谱，怎么有点对立情绪比较重的这种味道呀？对我们人民法院的，我们觉得很奇怪了。我相信两个律师的话都是职业挺多年了，没有必要讲在法庭上面再做这个表演了。我们要提醒原告的是，不是你发个律师函说，被告你欠我100万，你3天内给我答复，怎么还？不答复就认为你是确认欠我100万了。自己想想看，我们法律上有这种规定吗？原告听明白了吗？原告方，叶律师掉线了。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要复盘麻辣香锅诉老东家 RNG 也就是上饶市天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合同纠纷一案。情况是这样的，2021年10月8日下午呢，电竞选手麻辣香锅郭老师就发微博说，上饶天同公司就一直拖欠他的直播首付款和直播工资。郭老师表示考虑到和 RNG 的关系呢，他一直保持着长达2年的克制沟通，但鉴于对方一直不履行合同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他就只能在上饶市信州区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案子是去年起诉的，但根据庭审中法官与各方诉讼参与人的交流可能是香锅与律师都在上海，受今年疫情影响呢，很多法律文书签收都存在困难，所以案子呢便一直拖到今年6月16日方才开庭。且因为各种原因，开庭时间呢只持续了1小时07分。所以案件究竟如何呢？本期视频我将从以下3点来进行介绍。根据麻辣香锅的起诉状及律师的代理意见呢，2019年2月20日，麻辣香锅呢即和上饶天同签订了经济代理合同，约定由上饶天同呢作为麻辣香锅的游戏直播独家经济代理人。独家经济是什么意思呢？本案中合同约定的具体权限我就不得而知，但在我接触的独家经济约里面只要你签了独家，那你在和平台谈直播的时候就只能由经纪公司出面谈。注意是只能，就是你自己都拍不了板。不仅是直播经纪很多艺人经纪公司呢是都会签这类合同的，而一些艺人所谓被雪藏，有一个原因呢也是签了独家经纪约，然后与公司不合被消极控制。当然呢，从公司的角度，这也是对自身利益的保障。艺人呢就是经纪公司的重要财产，不然我辛苦培养你这么久，你吃肥了然后走人怎么办？言归正传签了独家经纪约后不久呢，麻辣香锅、上饶天同便和虎牙一起签订了虎牙主播独家合作的3方协议，约定呢麻辣香锅在虎牙进行游戏直播，在完成直播任务后呢，虎牙就通过上饶天同就打款给麻辣香锅，由麻辣香锅呢和上饶天同共同分配获得的合作款。此后呢，上饶天同呢就与麻辣香锅内部又另签了与结算有关的补充协议，对付款进行了明细。即他们内部是分3年来分期结算，其中结算的最后一期麻辣香锅呢就主张应在2021年的6月30日分得500万，结合尚未结算的一些礼物和打赏呢，他在起诉之初就一共主张了622万有余。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麻辣香锅提起诉讼后，上饶天同呢便在2021年的10月29号补打了300万，所以麻辣香锅在开庭时呢便只主张了322万左右的合同款，补了300万的这个细节很重要我们稍后再讲。而上饶天同对此怎么看呢？他们认为根据双方与虎牙一起签订的3方协议，麻辣香锅呢在2020年的12月份21年的2月份、3月、4月、5月等都存在直播时长和人气未达标的情况，所以呢是麻辣香锅违约在先，并且呢因为香锅没有完成直播任务，导致上饶天同就无法从平台就是虎牙那儿获得报酬，他们自己呢也因此遭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停止支付原告的佣金报酬。有理有据甚至呢后面的这300万呢都只是为了让香锅继续履约而支付的预付款，而非欠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据麻辣香锅在起诉状的主张，早在19年签约之初，上饶天同呢便已收到虎牙支付的合约首付款，共计3000万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部分法律文书和现场的庭审状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在于以下3部分。第一呢是麻辣香锅与上饶天同的经济代理合同与结算有关的补充协议以及独家经济代理关系是否应解除。而第二呢是上饶天同是否应支付欠款和违约金。第三呢只是上饶天同是否应交还麻辣香锅相应的社交平台账户。我们先看第一点。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根据民法典及有关规定呢，解除合同通常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约定解除，第二种呢是法定解除。
什么是约定解除呢？即合同各方在合同中白纸黑字约定了什么情况下其中一方可解除合同。比如说如果麻辣香锅和上游约定了，如果逾期付款经催告后依旧不付的他可解除合同且不用承担违约责任。那他如果确未收到款也催告了，那法院呢是可以判决支持解除合同的。而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那便可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适用法定解除。比如第3项就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的，当事人呢就可以解除合同。但需要提醒朋友们一点的是基于维护交易稳定性的考虑呢，一般情况下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会比较谨慎。且不说法定解除了，有时即使达到了约定解除的条件，若法院认为合同依旧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法官呢也有可能不支持解除合同。比如说之前其实有很多艺人是主张和自己的经纪公司解约的理由呢也大差不差，比如说是未足额支付演艺报酬，或者没有给到承诺的资源等等。但大家感兴趣呢，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有关的判决，你会发现结果可能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呢，在了解这一点以后，我就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上游天童公司的操作了，跟大家技术解释一个细节即麻辣香锅呢在起诉后，上游是否没多久就打了300万，这300万呢是有学问的。第一是刚才说过的他们说这是预付款而非欠款，这就表明他们首先不认为自己违约毕竟这是预付款嘛，对吧？而且即使被认定为欠款，也表明他们有意继续履约，合同呢还有继续的可能。而其次呢是名义是预付款，就意味着合同正在履行我也有诚意所以你要和我解除合同2个字不行。而如果合同最终解除失败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很简单就是麻辣香锅构成违约。解除失败就意味着合同继续有效，那么问题来了，你有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在虎牙上继续老老实实直播呢？如果没有，那构不构成违约，该不该赔偿相应损失呢？而这些损失又可不可以从应付款项里面抵扣呢？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你还去了其他平台，那违约金有多天价，这就更不好说了。这份合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游戏主播是天价违约金的重灾区，比如说伪神蛇哥还有各种各样的 ID， 违约金呢究竟有多少个零，大家自己可以去数一数。但也可以说的是在这类经济合同中，法官也有一个裁判思路，即此类经济合同呢是需要高度信任感的，因为双方呢已经对簿公堂，明显呢就已经缺乏了继续合作的基础。如果解除合同的综合效果比维系合同更好，相信法院呢也会做出明智的判断。第二点，即上饶天童是否应支付欠款和违约金，这一点坦率说本次庭审中并未当然也不会对包括3方协议和结算补充协议在内的核心关键文件进行全面的展示，因此呢我难以下判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欠款的具体金额，双方呢是在庭审中出现争议了的。比如说法官就问了，对于剩下的300多万，其中部分欠款的依据和证据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证据，那你单方面主张又如何让法院支持呢？这是麻辣香锅方又提出了，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未结算款项呢是直播礼物和商务推广的费用，这些究竟有多少？被告没跟他们结算数据，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呢就只能通过自己渠道了解到的信息而进行主张。而同时麻辣香锅的律师跟法官说，本来他们的主张呢还会多208万的，但在决定起诉的时候呢，香锅自己说算了不放进请求金额。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一直有努力，但是呢他也表明了确实有几个月的直播人气呢是没有达标的，所以呢他这几个月的工资他自己就说不要了。因此之前上饶天童不是提的有几个月没有达标的情况吗？这部分钱其实香锅自己也本不打算要。如果这是真的，敞亮人朋友们请将敞亮人3个字打在公屏上，是他只是想要回他认为自己应得的一部分。至于第3点是否应交还社交账户，因为庭审呢并未讨论到这个问题便结束，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多做解析了。关于庭审表现我强调这一部分的主要观点呢都来自于本案的庭审法官，并非我本人的观点，我只是做适度的延展。在正式介绍前呢，请容我先介绍一下我国的庭审特点。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庭审制度呢主要是对抗制，又称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方式。在对抗制中呢，舞台主要是属于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法官呢是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比如说前段时间很火的德普案，你会发现律师和当事人庭审高光，这是对抗制的一大特征。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呢，比如说中国比如日本，则主要是纠问制。纠问制呢，就是法官在庭审中占主导地位，律师呢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一根本性目的的前提下，采取的方式呢是通过组织有效证据，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力促合议庭呢做出最终对己方有利的判决。所以你也就理解为什么本案中张法官会说大家都是老法律人，就没必要在庭审中进行表演了。
我相信两个律师的话都是职业挺多年了，没有必要讲在法庭上面再做这个表演了。因此啊，如果说对抗制有时还要争取陪审团，那纠问之下，诉讼律师揣摩法官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怎么揣摩呢？第一是要有代入性的思维，比如你要想，如果我要法官写一份支持我的判决，那他需要些什么？他的顾虑又是什么？而第二呢，是要打引号的有服务意识。什么叫服务意识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在我们团队的法律训练中啊，对律师写代理意见的要求是法官呢可以直接将有关段落作为判词复制粘贴到判决书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线城市基层法院的一线法官一年审几百个案子是非常常见的，时间也非常金贵。你这么做呢，就是在帮他节约支持己方诉求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明白这一点后啊，我们回到本案，你会发现在庭审过程中呢，法官对原告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示意。比如说啊，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部分争议款项，他就直接问你有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并反复问双方是否需要延长举证期限。同时呢，在结尾时，他还问原告方代理律师啊，为什么不申请法院向虎牙调查取证，以及直言不讳的说啊，双方都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虎牙追加为第三人。你们双方的话都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啊，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应当是要将虎牙追加为第三人。而本次案件审理呢，也正因法官认为证据存在问题而进行了终止。其实呢，这已经不算暗示，而是明示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明示，原因呢，可能就是法官认为啊，直播礼物打赏这部分金额到底有多少钱，不能猜啊，得有个具体金额。如果原告认为被告他不愿意提供，那就得让虎牙配合提供。如果没有，法官不好判，谁主张谁举证，原告的这部分诉讼请求呢，可能就不好支持。是站在原告方的角度呢，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法官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看到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贸然对原告律师做出负面评价，因为其实通过一次庭审就判断律师是否专业呢，本身也是断章取义。我们单凭一次庭审形成的对案件的认识，肯定是没有参与律师全面的。而且客观上，原告律师没有把虎牙拉进来，也有多种可能。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原告代理律师认为单凭现有的证据就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对方的欠款金额？在此情形下呢，虎牙的出现是没必要的节外生枝呢？再比如啊，会不会已经有信息令原告方认为虎牙的出现就反而会造成对己方的不利影响呢？案件背景我们无从得知，缺乏对背景的了解，我们所做的判断就有可能不准确。而在被告方层面呢，法官也可以说是进行了面斥啊，就直说被告方的法务不太靠谱。因为他认为啊，法院在和被告沟通时，他们的对立情绪啊，就是上而天同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连法院的面子都不给了。在此基础上呢，法官对他们进行了善意提醒啊，告诉他们良性沟通的重要性。从我们跟被告方接触来说的话，被告方这个法务有点不太靠谱，怎么有点对立情绪比较重的这种味道呀？对我们人民法院呢？来，兄弟们把善意提醒打在公屏上。有一说一啊，得亏本次庭审是直播，如果不是直播呢，我不知道法官会不会换个说法。当然呢，最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下本次庭审直播存在的一个问题的，那就是啊，案件虽然是公开审理，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都应该公开。这次直播呢，把麻辣香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都挂出来了，我认为呢是不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让律师交换电话等个人信息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在关闭直播后进行。尤其是在案件有较大关注度的情况下，泄露这部分信息呢，就可能会对诉讼参与人产生不必要的影响。如果观看本视频的有在法院工作的朋友，希望以后呢可以注意到这些细节。本案呢目前正在审理中，祝愿案件在法官的公正审理及双方律师的充分参与下，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如果大家希望看到后续的解读呢，解析不易啊，朋友们看完视频后，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就敬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关注，并一键3连。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私我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下期再见。